消失5年后，美军最神秘海狼级核潜舰康乃狄克号为何重返印太？作为美军硕果仅存的深海战力图腾，海狼级核动力攻击潜舰被认为是当代噪音最小但也最具攻击力的核潜艇。这种潜艇没有航空母舰那样耀眼的飞行甲板，也没有 B-2 隐身轰炸机那种划破长空的引擎轰鸣，但只要它在海图的某个角落悄然出现，就能让整整一支航母打击群的指挥官整夜无法合眼。但是一场意外却让海狼级跌下神坛。2021年，康乃狄克号意外撞上南海海底山脉，直接停摆近5年。打败美军攻击力最强核潜艇，竟然是一座海底山脉。康乃狄克号一时成了全球笑柄。如今5年过去，在经历了整整43个月近乎换头手术般的生死抢救后，康乃狄克号带着满身的修复钢印，正式宣布重返西太平洋这片是非之地。那么康乃狄克号怒撞山脉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它凭什么被公认为美军战力最强的深海幽灵？它重返南海的目的又是什么？要理解康乃狄克号的强大，我们得把时间坐标拨回到冷战末期的那个疯狂年代。那时候的美国海军正面临着苏联海军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苏联人当时研发出了阿尔法级核潜艇，这玩意儿堪比深海法拉利。它采用了昂贵的钛合金外壳，不仅前身超过了1000米，水下航速甚至能飙到40节以上。苏联人想得很简单，只要它潜得够深，跑得够快，美军的鱼雷就追不上它。面对这种挑衅，美国的工程师们坐不住了，他们决定开启一项完全不计成本的深海大战计划，目标是打造一种在静音、航速、前身和火力输出上全面碾压地球上任何潜航器的终极兵器，这就是海狼级。按照美军原本的计划，他们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一口气建造29艘，建立一支封锁全球大洋的水下钢铁军团。但苏联不给力，一不小心解体了，没了对手，这个计划被迫刹车。毕竟每艘造价超过30亿美元，放在今天相当于80亿美金一艘。只是这艘潜艇为什么能贵到这种地步？很多人以为核潜艇就是装了个反应堆的大罐子，其实不然。海狼级的静音技术至今在五角大楼的秘密档案里依然属于最高等级。它的泵喷推进器外壳采用的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牺牲陶瓷材料，这种材料的研制历经了10几年的反复试验，能有效吸收和散射低频主动声呐的脉冲波。这就意味着即使对手拼命发射声呐波，传回来的回波也弱得像是在听蚊子叫。其搭载的 BSY-2 系统使用了超过数百万行的作战代码，在90年代，这套系统的计算能力就足以实时处理方圆200公里内上百个声学信号。它能根据螺旋桨转动的微弱频率，瞬间锁定目标的舰种、航速，甚至是传令。它的皮肤采用了高强度 HY100 特种合金钢，这种钢材的屈服强度达到了每平方英寸10万磅。相比之下，美军后来为了省钱，大规模量产的弗吉尼亚级使用的是较低等级的 HY80 钢。别看数字只差了20，这决定了康乃狄克号拥有傲视群雄的极限前身。在那种足以把普通钢材像捏易拉罐一样捏扁的水压下，它能像在自家后花园一样从容巡航。这意味着它可以潜入大多数敌方声弹和声呐的探测盲区。由于潜得更深，受到海面杂波干扰也更小，隐身效果自然成倍增加。动力核心方面，由一座代号为 S6W 的核反应堆构成，这可是西屋公司的巅峰之作。它能输出高达 4.5 万匹轴马力，直接推动上万吨的躯体在水下以超过35节的速度狂奔。这个速度比绝大多数水面舰艇的全速还要快，甚至能跟一些早期的鱼雷赛跑。别看它跑得快，移动时闹出的动静却小得吓人。其取消了传统的开放式螺旋桨，大幅度减少了高速旋转产生的空泡噪音。在敌方的被动声呐耳机里，康乃狄克号的声音特征甚至低于海洋的背景杂音。除了躲避，它的攻击力更是恐怖如斯。拥有8具660毫米的大口径鱼雷发射管，这比普通潜艇多出了1倍的瞬时爆发力，可以携带整整50枚 MK48 重型鱼雷或战斧巡野飞弹，火力配置之强，所以在半小时内摧毁一个中等国家的海军主力编队。康乃狄克号的声呐系统也是美军历来最强大的，它配备了 BSY-2 集成式战斗系统，能同时跟踪数十个高速移动的水下目标，配合大直径的舰首声呐阵列，它能比对手更早发现、更早锁定、更早发射。
可以说，康乃狄克号就是为了深海猎杀而生的纯粹利刃。它不需要去执行那些杂乱的近海支援任务，它的唯一使命就是找出对手的核潜艇，然后送他们去见上帝。由于造价太贵，工艺太复杂，它在服役20多年后依然是无法被逾越的巅峰。美军甚至认为，即使是现在的技术，要重新造一艘海狼级，也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最终，人类历史上只留下了3艘真正的海狼级，也就是海狼号、康乃狄克号和吉米·卡特号，而康乃狄克号就是其中战力最卓越的一艘。但就是这样一个被称为水下战力天花板的存在，却在2021年的深秋遭遇了他服役生涯中最诡异也最屈辱的一场劫难。2021年10月2日，南海某处未公开的深水航道，这片海域的表面波澜不惊，但是水面下300米深处，康乃狄克号正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潜航状态。潜艇关闭了所有主动探测设备，全舰官兵都在极致的静默中工作，声纳员正紧紧扣着耳机，捕捉着海水中每一丝非自然的跳动。作为美军潜艇部队中万里挑一的精英，整艘舰的官兵都坚信自己驾驶的是不可战胜的深海幽灵。然而，在毫无预警的瞬间，整架上万吨的舰体突然发生了一次震耳欲聋的剧烈撞击。那种感觉不是被鱼雷击中的金属炸裂，而是一头扎进了实心岩石里的阻滞感。巨大的惯性让舰内11名正在换班的官兵瞬间飞离了站位，重重地撞在了坚硬的壁舱上。警报灯像疯了一样闪烁着赤红色的光芒，舰艇前部的压载水箱被瞬间撞瘪，声纳罩在巨大的冲击下当场粉碎。康乃狄克号在水下深处停摆了，它失去了视力，也失去了部分动力平衡。舰长面临着一个足以载入海军教科书的生死抉择，是冒着被所有卫星抓到的风险紧急上浮，还是在深海的黑暗中等待奇迹？最终，这艘重伤的巨兽选择在太平洋海面上缓慢爬行了整整1周，直到10月8日，他那被撞得稀烂、露出内部架构的舰首才出现在关岛海军基地的视野里。那一刻，全世界的军事卫星都对准了关岛。美军太平洋舰队起初对此讳莫如深，他们只做了一个模糊的解释：碰撞了不明物体。这一下，全球军迷和各路智库彻底坐不住了。有人猜测他撞上了某种绝密水下反潜网，甚至有人传言他和另一艘核潜艇发生了肉搏。根据卫星资料显示，美军事后竟然紧急派遣了一架 WC-135 核侦察机前往出事海域。这家伙是外号不死凤凰的嗅探器，专门用来搜集大气中的核辐射残留。难道康乃狄克号的核反应堆在撞击中漏了？还是说他撞上的那个不明物体本身就带有某种不可告人的放射性特征？南海海底隐藏着太多的秘密，从沉没的古船到各国布置的水下监听阵列，如果撞上的是一个带有核动力的小型水下潜航器，那乐子可就大了。美军事后公布的初步损害评估显示，撞击点主要集中在潜艇的前部。幸运的是，核反应堆和推进系统没有受到损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即便如此，这架身价40亿美元的杀器已经彻底瘫痪。随着调查的深入，美军内部开启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在事故发生1个月后，美军终于吐露了部分真相。康乃狄克号撞上了一座在所有公开海图上都完全没有标示的海底山脉，这理由听起来实在荒唐。一个掌握全球最精密测绘数据的超级大国，竟然在最熟悉不过的海域翻了船。美军第7舰队副司令托马斯中将随即签署了处分令，舰长、副舰长、首席声纳员，这些美军花费数千万美金、数十年心血培养出来的精英，全部被原地免职。调查认定，这是一场涉及航行规划、风险评估和指挥监督的全面系统性溃败。但处分人容易，修好这艘独一无二的战舰简直难于登天。大家要明白，海狼级早就在1990年代末就停产了。由于数量稀少，它的供应链早已断绝，很多零件的模具甚至都进了博物馆。康乃狄克号被撞毁的舰和声纳罩，那是用特种复合材料制成的精密部件，无法像钣金工那样手工敲出来。为了复活这位海底恶狼，美军被迫开启了一场复活计划。由于没有现成的声纳罩配件，美军甚至考虑从已经退役的其他老旧潜艇身上取件，甚至有传闻美军不得不动用了某些处于机密封存状态的模具。为了这艘船，美国国会紧急拨款8000万美元作为首批维修费，但这只是冰山一角。在随后的43个月里，
康乃狄克号成了华盛顿州布雷莫顿船坞里的头等病人。为了抢进度，美军甚至让正在排队维修的10几艘攻击核潜艇全部靠边站，甚至连当时正处于战备关键期的弗吉尼亚级潜艇也被迫给这位老大哥腾位置。数千名顶级技师在全封闭的环境下日夜不停地对康乃狄克号进行手术。由于内部管路复杂，很多受损部件需要通过 3D 打印技术重新建模生产。这种不计成本甚至不惜打乱整个潜艇部队部署的举动，在美军历史上属实罕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海狼级已经绝版，很多老技师甚至是从养老院里被请回来的。他们拿着30年前的设计图纸，对着这些复杂的管路一点点地进行逆向复原。有些已经腐蚀的阀门在目前的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只能通过增材制造强行复刻。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康乃狄克号成了一艘数字化复刻机。它现在的舰体结构中融入了大量21世纪的先进制造工艺。美军内部开玩笑说，这架 SSN-22 现在应该叫康乃狄克 2.0， 它换上了更新一代的抗震支架，甚至刷了最新的雷达稀薄涂料。甚至有传闻称，在这次大修中，美军顺便给它升级了最先进的非穿透式光电桅杆。这意味着它不再需要通过笨重的望远镜看世界，而是通过高精度的数字镜头捕捉一切。这种因祸得福的升级，让这艘原本快要到退役年龄的老狼再次焕发了第二春。或许也正是性能上的质变，才让美军敢于再次把它投向南海。让人奇怪的是，为什么美军要如此执着地修好它，而不是直接报废买新的？因为海狼级的深海作战效能是目前美军任何现役舰艇都无法替代的，它是美军水下战略主导权的底气，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极高价值、极难追踪目标的杀手锏。如果失去了康乃狄克号，美军的水下威慑力量将直接缩水1/3。随着康乃狄克号终于在今年通过了所有的压力测试和声呐校准，这只深海饿狼终于重新长出了獠牙。只是修好后的康乃狄克号是否还具备当年的那种隐身统治力？根据美军目前公布的日程，康乃狄克号预计将在今年秋季正式重新部署到印太战区。虽然它的预定除役时间定在了2031年，意味着它的职业生涯只剩下最后的5年，但美军依然不惜代价的让它回来。美军为啥要这样做？在当前的印太棋局中，水面下的对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潜在对手的潜艇部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更新换代，其静音性能与探测能力正在迅速缩小与美军的代差。美军很清楚，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能震慑全场的深海重器，一个让对手即便在自己家门口也要提心胆颤的怪物。康乃狄克号的回归就是为了填补这种顶级威慑力的真空，即便它只有5年的役期，也足以让它完成多次高精度的抵近侦察和潜伏任务。它可能会在某些关键水道的深处一蹲就是数月，利用它那依然领先世界的声呐阵列监视每一艘经过的船只。国会里甚至有议员已经在酝酿新的延寿法案，试图把这头巨兽的价值压榨到极致。还有专家建议将其改装为特种作战母舰，或者作为新一代无人潜航器的水下中继站。无论如何，它的每一次深度潜航都是在向世界宣告，在这片深蓝之下，规则依然是由强者制定的。那些曾以为在2021年已经终结了海狼神话的人，现在必须重新核对自己的声呐指纹库了。因为 SSN-22 这只满载着秘密、屈辱与复仇火焰的深海幽灵已经回来了。好了，本期关于美军最神秘核潜艇康乃狄克号回归的分析就到这里结束了。各位认为，这艘经历过重创，甚至连零件都是拼凑出来的战舰，在面对新时代的对手时，还能否保住它的王座？或者你认为2021年的那场神秘撞击真的只是因为一张过期的海图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